有没有一款哪怕你开了修改器也没有信心能把它打通关的游戏？相信看到这个问题的一瞬间，各位玩家朋友心中就已经有了答案，那就是《刺客信条：奥德赛》。看看这满地图零碎的岛屿，看看这秩序神教的全家福，一想到不把他们全部打败就无法通关，我的心里就会隐隐作痛。如今新作瘾发售在即，也不知道育碧能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。在那之前，我们不妨来看看《刺客信条》系列上一次的辉煌，一起走进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，一起去学习万物皆刚、万事无双的狂战士信条。作为系列时间线最久远的一作，《奥德赛》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80年，而当时正在发生一场载入史册的战役——斯巴达300勇士在温泉关抵御波斯帝国数十万大军，列奥尼达斯王带头冲锋，虽然击退了第一波敌军，无奈队内出现叛徒，导致300勇士被前后夹击。尽管斯巴达士兵个个骁勇善战，但毕竟寡不敌众，再加上战神奎托斯也没有显灵，勇士们一个接一个倒下，列奥尼达斯也身中数箭。波斯将领来到近前补刀，怎料列奥尼达斯手持断矛反将一军，就这样双方同归于尽。这场关键性的战役成功延缓了波斯大军的铁蹄，也为后来希腊的反攻打下坚实的基础。49年后，古希腊西部的凯法罗尼亚小岛上，在雷电宙斯雕像的俯视下，驯衣人阿历克西欧斯作为主角正式登场，而他手上拿着的正是列奥尼达斯的那柄断矛。当然此时的他对此还一无所知，由于阿历克西欧斯这个名字过长，而他有一句经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马拉卡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称他为马拉卡。在这座岛上，马拉卡有两个极其亲密的伙伴，其一是小女孩菲比，其二则是把她抚养长大的马库斯。马库斯刚刚买下一整座葡萄庄园，却遭到当地恶霸独眼人的骚扰和欺凌。两人谈话之际，就连菲比也被那家伙当街掳走。马拉卡当即追上前去，因为菲比的命运和自己非常相像，都是从小就失去双亲，无依无靠。解救菲比的途中，马拉卡凭借飘逸的身法逐一击破外围的守卫。要想打出这么流畅的操作，配置好一点的电脑那是必不可少呀，免得关键时刻掉链子嘛。幸亏我最近换了新电脑，才让马拉卡的刺杀行动如此丝滑。大家买了新的，旧的都怎么处理呢？我那台华硕天选4转转上门回收了5200多，他们家价格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我才知道转转不只收手机，就连笔记本、平板这种数码产品，还有 CPU 和显卡之类的电脑设备都能回收，趁着旧的还值钱，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。这可惜马拉卡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回收，不然换来的钱一定要请菲比吃顿好的。别看他现在很拮据，其实马拉卡的出身相当优渥，他的父亲是斯巴达将领尼克洛斯，母亲在城邦里也颇受尊重，再加上还有一个可爱的妹妹卡珊德拉。如果那场意外不发生的话，马拉卡的童年一定无比幸福。但就是这场意外让马拉卡一家4分5裂，起因是神谕者的一则预言，那就是卡珊德拉会致使斯巴达走向毁灭，所以无论母亲如何哀求，也没法挽救自己的孩子。马拉卡挣脱开来，他本想救出妹妹，却不小心连同神谕者一起推下悬崖，此举让民众们气愤不已，他们说什么也要让马拉卡付出代价。父亲尼克洛斯没有办法，为了服众，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，竟然真就把马拉卡丢下悬崖。幸运的是，马拉卡大难不死，他捡起地上的断矛，拼了命的跑，跋山涉水，远渡重洋，最终漂流至如今的凯法罗尼亚岛上。马库斯正好在海边闲逛，他向马拉卡提供食物，并收养了这名来自战斗民族的小弟。正是因为这段悲惨的经历，马拉卡才会对菲比万分疼惜。一想到独眼人会对一个孩子下毒手，他就气得浑身发颤。为了一劳永逸，马拉卡决定打草惊蛇，他偷走独眼人的黑曜石眼睛，等对方察觉时，再当面将其塞入山羊的屁股。独眼人被彻底激怒，马拉卡微微一笑，不费吹灰之力干掉眼前的杂鱼。事后他救出被独眼人招呼的一名船长，他叫老巴。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老巴表示随时都能为马拉卡效劳。马拉卡没有放在心上。几天后，他遇见一个外地人厄尔皮诺，此人满嘴都是哲学和诗句，啰里吧嗦一大堆，才提出希望马拉卡能帮自己找一件东西，那是一件圣果布，其实也就是希腊神话中的金羊毛。由于厄尔皮诺出手阔绰，马拉卡自然没有理由拒绝。偷盗这种事情对他来说手到擒来，可是厄尔皮诺并没有收下，而是把圣果布赠予马拉卡，甚至还额外送上一大堆金币。多余他说出自己的真正目的，那就是除掉一名远在斯巴达的将领，为此就需要离开凯法罗尼亚。马拉卡早就想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于是他找到老巴，希望对方能载自己去往斯巴达。万事俱备，马拉卡正式启程。他告别菲比，设下对方送给自己的木雕，也告别马库斯。凯法罗尼亚已在身后，迎接他的真是更为宏大的整个希腊。路上，老巴得知马拉卡又去刺杀斯巴达将领时，竟然表示那个人就是尼克洛斯。马拉卡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多年前把自己丢下悬崖的父亲，此时竟然还在驰骋沙场，而且他正带着新的儿子劝里斯巴达士兵和雅典交战。马拉卡指挥战船突破雅典的封锁线，并在沙滩上与这位干弟弟相见。马拉卡并没有挑明身份，干弟弟只当眼前这家伙是佣兵，于是花钱雇马拉卡帮自己上阵杀敌。马拉卡也深知要想见到父亲，这便是唯一的途径。凭借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的表现，马拉卡赢得
得干弟弟的认可，也获准去觐见尼克洛斯。父子同样在一座悬崖相聚。尼克洛斯不敢相信马拉卡还活着，他并没有感到惭愧，反而认为那样做合情合理。马拉卡一怒之下，准备让他也体验一下无神蹦极的快感，但转念一想，我又不是奎托斯，没必要非得杀自己老爸，而且带着罪孽感活下去，才是比死亡更加残酷的刑罚。尼克洛斯捡回一条性命，他喘着粗气说出一个惊人的秘密，原来自己并不是兄妹二人的亲生父亲。至于真相，只有在马拉卡找到母亲后才能浮出水面。带着疑惑，马拉卡回到船上与老爸交谈。虽说母亲肯定要找，但在那之前必须先找到厄尔皮诺会合。老爸一听到目的地就兴奋不已，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神谕者，如果向他打问一个人的下落，一定会大大提升效率。马拉卡虽然对神谕者抱有偏见，但耐不住老爸的一再安利，于是他来到阿波罗神殿准备碰碰运气。在这里，马拉卡遇见历史之父希罗多德，他一眼认出利奥尼达斯的断毛，这不禁让马拉卡倍感疑惑。希罗多德代表雅典一个有权势的人来此，目的是为了终结这场战争。马拉卡并不感兴趣，他进入神殿询问神谕者自己的母亲现居何处，谁知对方开口这称自己为山顶上的孩子，紧接着更是警告马拉卡赶快离开，因为秩序神教的人无处不在。说着说着，马拉卡就被赶出门去。希罗多德倒是听过秩序神教，结合现状，他担心神谕者已经被这个组织操控，于是拜托马拉卡去调查一下。事实果然如此，神谕者的住处守卫异常森严。马拉卡全然不顾，一脚踹开大门，神谕者只好乖乖说出真相。原来被丢下悬崖的卡珊德拉也还活着，而且神教里负责和自己接头的竟然会是厄尔皮诺。这家伙四处贩卖武器，只要战争不停歇，就能赚他个盆满钵满。今天能雇马拉卡去刺杀斯巴达将领，明天就能雇另一个人去刺杀雅典将领。马拉卡一怒之下乱棍打死厄尔皮诺，并拿走他手中的三角铁片以及作为神教成员的长袍与面具。按照神谕者所说，在阿波罗神殿下方有一座洞穴，那里正是神教平时开会的地方，内部别有一番景观。戴着面具的成员环游在金字塔周边。马拉卡来到近前，把那块三角铁片嵌入其中，之后就融入人群打探情报。大家貌似都很害怕一个叫德莫斯的人，说曹操道，原来所谓的德莫斯，这是失散多年的妹妹卡珊德拉，他已经发现厄尔皮诺遭人刺杀，于是开始寻找在场的那个间谍。神器可以看清每个人的内心，所以卡珊德拉挑选成员一一上前。很快就轮到马拉卡，歹人把手掌放在金字塔上，幼时的回忆瞬间占据整个大脑，卡珊德拉一时摸不着头脑。他推开马拉卡，随即选了一个倒霉蛋作为叛徒，以此来震慑成员，巩固自己的地位。马拉卡则趁机逃离山洞，他把所见所闻告诉希罗多德，秩序神教是如何控制希腊，德莫斯是如何威慑人心。希罗多德一听，当即就要出发去雅典，准备把这件事告诉伯里克利，这便是他所说的那位有权势的人。马拉卡激动不已，毕竟伯里克利可是民主之王，当政期间可是雅典最辉煌的时代。但一想到要去那么远的地方，马拉卡还是有点怯场，因为他的心中只有母亲和妹妹。希罗多德见状，只好带着他来到温泉关战役遗址，望着雄狮，手握断矛。马拉卡竟然感受到当年那场史诗级的战役，也正是因为此举，让他意识到自己是利奥尼达斯的后代。既如此，又怎能一味退缩呢？再加上雅典是当今最发达的城市，伯里克利身边也有许多充满智慧的谋士，所以想打问母亲的下落，那里便是最合适的地方。路上，战船途经一座不知名的小岛，希罗多德建议马拉卡去上面看看，因为那里有一座奇怪的设施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产物。马拉卡掏出那根神奇的断矛，不仅打开这道石门，还在其中的铸造屋内得以重生。离开时，卡珊德拉已循着此处，兄妹来到山顶交谈。马拉卡想套近乎，卡珊德拉却摆出默哀老娘的架势，尤其是知道父母把自己丢下悬崖后，他对这一家子压根没什么好感，张口闭口都是神教巴拉巴拉巴拉。马拉卡只好发誓要亲手铲除神将。卡珊德拉一脸不屑，有本事你就试试看啊！马拉卡回到船上，继续顺着雅典进发。一直生活在小岛上的他，被眼前的一番场景震惊到难以言表。精美绝伦的帕特农神庙，闪耀金光的雅典娜神像，马拉卡大开眼界。他在一座广场找到伯里克利以及和他争论的克勒温，前者主张发展经济，后者主张武力扩张。民众们大多支持克勒温，这使得伯里克利相当头疼。马拉卡表明自己来此是为了找一个女人。看在希罗多德的面子上，伯里克利邀请马拉卡去参加自己的宴会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菲比竟然也在这里。他如今已是伯里克利的女佣，衣食住行什么的早已超出寻常百姓。在菲比的引领下，马拉卡开始结交雅典的名流，其中就有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。马拉卡加入对方的辩论，可没说几句，脑子里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他只好力群男人，却在无意间撞见个诡计多端的林。男子称自己和苏格拉底大差不差，反正都是哲学家。鬼灵邀请马拉卡加入自己，马拉卡却只想打问母亲的下落。好在鬼灵还算靠谱，他提议去找附近的交际花问问，而后就迫不及待投入爱人的怀抱。马拉卡回到苏格拉底身边，就在此时，一个绝美的女子进入宴会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。她就是伯里克利的前任阿斯帕西亚。马拉卡向她询问自己母亲的下落。阿斯帕西亚对来自斯巴达的女人有点印象，于是让马拉卡去一座岛上打探打探。根据鬼灵和阿斯帕西亚结婚
的线索，马拉卡先后辗转多地，终于在一座岛屿上有所收获。当地有一名十分强悍的女汉子，据她所说，马拉卡的母亲曾经当过自己的船员，但没过多久就离开舰队，前往东南方向去追寻崇高的使命。收集完情报的马拉卡回到雅典，却发现这里遍地哀嚎，就好像瘟疫席卷人间，底层百姓们苦不堪言。阿斯帕西亚愁容满面，因为伯里克利身体欠佳，而且拒绝接受任何治疗。马拉卡近距离接触后，发现状况甚至更加严重。伯里克利深知自己时日无多，最后的愿望正是去帕特农神庙迎接死亡，但阿斯帕西亚始终不允许，这让马拉卡颇为好奇。他打问缘由，却得知菲比不知所踪。原来阿斯帕西亚派他去送信，可这么久过去还没有归来，马拉卡不禁慌了神。他一路寻至伯里克利剧院，急眼的发现神教成员已经把此地占领。马拉卡杀攻在船的敌人，但菲比已经无力回天，对一个无辜的小女孩下此毒手。马拉卡终于意识到神教有多么邪恶。这还没完，苏格拉底又带来一个坏消息，那就是伯里克利已经人间蒸发。一想到他提起和去往帕特农神庙，马拉卡当即动身前往。阿斯帕西亚就在门口等候，几人闯入神庙，赫然发现卡珊德拉已经抢先一步。他当着众人的面割开伯里克利的咽喉，而后一脸得意扬长而去。从这一刻起，雅典彻底落入克勒文手中，又是瘟疫又是神教成员。马拉卡觉得这一连串事件过于巧合，他得知克勒文已经离开雅典，于是决定追上去问个明白。苏格拉底等人却坚持留在雅典，马拉卡并拜托他们好好安葬菲比。阿斯帕西亚则与马拉卡同行，刚刚离开港口，他就告诉马拉卡，我好像记起来你母亲去哪里了。马拉卡瞬间把克勒文抛之脑后。10几年过去，母子终于在这一刻团圆。母亲密里涅难以相信眼前站着的就是宝贝儿子，尤其是得知卡珊德拉也还活着，更是展露出兴奋又担忧的神情，因为他很清楚卡珊德拉一定在神教的操控之中。马拉卡做出承诺，发誓一定会把妹妹带到母亲身边。交谈之际，一批敌方舰队悄然来到港口，马拉卡和母亲携手作战，在此途中也了解到当今的局势，密里涅已经在这座岛上借力为王，为了守护岛民，他自然没法抽身去对抗神教。马拉卡只好帮老妈铲除一切威胁。他在神教成员的身上找到一封密信，里面的文字非常古老，只有阿斯帕西亚才能破译。他指明神教的命令是由斯巴达人发出的。密里涅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斯巴达一向很反感神教，阿斯帕西亚却非常自信，再加上马拉卡也怀疑斯巴达已经腐坏。密里涅闻言只好决定亲自回斯巴达一探究竟。马拉卡是为了逃命被迫离开，密里涅是为了忘却过往主动离开，但如今两人都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。城中仍有不少人尊敬密里涅，但由于斯巴达实行双网制，大小温都曾下令把马拉卡一家视为叛徒，曾经的住处也已经被封禁多年，所以其他人都畏畏缩缩，只有胆大的布拉西达斯敢出面迎接。马拉卡曾和他在雅典有过一面之缘，当时两人携手对抗神教成员，所以也算得上是老相识。布拉西建议马拉卡取来投名状，这样就能获得双王的接见，从而争取斯巴达公民的身份。不久后，马拉卡除掉斯巴达内部的一名叛徒，从而顺利得到双王的接见。大殿之上，马拉卡表明此行的意图，大王一听对自己有利，就派遣马拉卡去前线支援。小王也有委托，那就是让马拉卡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，并确保斯巴达人能夺冠而归。马拉卡非常无奈，他率先来到战场，巧的是指挥官正是先前建国的干弟弟。此时的斯巴达正准备围攻雅典，但是克勒温掌权后大肆发展军事，所以要想拿下胜利绝非易事。干弟弟说出4名雅典勇士，只要把他们铲除，就能大大削弱敌方势力。马拉卡轻松干在前3个，最后一个目标在孤岛上。到地方一看，竟然有人抢先一步把他干掉，而此人就是马拉卡的养父尼可洛斯。之前被马拉卡饶过一命后，他就四处游荡为斯巴达除害。尼可洛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而马拉卡已经原谅了他，威胁已经铲除。马拉卡正捷报带给干弟弟，干弟弟却一脸不可思议，原来他其实想借雅典勇士之手除掉马拉卡。如今事与愿违，他恼羞成怒要和马拉卡决战。剑拔弩张之际，尼可洛斯前来劝架，兄弟2人这才和好。尼可洛斯选择留在军营，马拉卡则赶去参加奥运会。来到奥林匹亚圣殿，马拉卡梦回2008，但他并不是参赛选手。这附近有一名重如野牛的大力士，马拉卡的任务就是护送他去比赛现场。见到真人才知道传言并非空穴来风，有了他出战，桂冠一定能收入囊中。抵达比赛地点，马拉卡和鬼灵不期而遇，他代表雅典来此，并带来一员猛将。马拉卡颇为自豪地介绍自己的大力士，怎料这家伙脚下一滑落入水中，紧接着鲨鱼就将其拖入腹中。此情此景让众人始料未及，为了补上空缺，马拉卡只好亲自上阵。好在对手都是弱鸡，不费吹灰之力，马拉卡就站上领奖台享受荣誉。与此同时，密里涅和布拉西监控调查，发现神教果然已经操控斯巴达，而且双盟之一正是神教的重要成员。马拉卡四处搜集证据，最终断定小王正是神教成员。3人回到斯巴达当堂指证，可是还来不及拿出证据，就被卫兵赶出城外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偷偷去见大王，铁证如山。大王准许马拉卡去除掉小王。就这样，斯巴达终于逃出神教的魔爪。马拉卡则因为立下大功，重新获得合法公民身份，也重新住进故居之中。不过布拉西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，雅典出其不意从海上绕行进攻斯巴达，要是无法抵御，就会被对方一举消灭。马拉卡驱使战船加速前行，隔着老远他就看见战火在熊熊燃烧。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攻防战，殊不知敌方的领头人既是卡珊德拉，他秒杀掉布拉西
西。马拉卡见状只好拔刀相向。卡珊德拉不愧是神教的最强武器，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战斗技巧和马拉卡不相上下。两人大战300回合，最终以卡珊德拉不慎被大树压倒而告终。马拉卡出手相救，就落得个同样的下场。等他醒来时，已经身处雅典的监牢。卡珊德拉前来探望，并把心中的疑惑全盘托出。马拉卡一一解答，这不禁动摇了卡珊德拉对神教的看法。克勒温突然出现，打断这场谈话。他喝令卡珊德拉上阵杀敌，殊不知卡珊德拉已经心生反抗意识。克勒温意识到必须尽快除掉马拉卡，但他的手下比杂鱼还要杂鱼，刚刚把他们打趴。老八和苏格拉底手持武器前来劫狱，这份勇气的确值得称赞。不过与之相比，马拉卡更需要苏格拉底的智慧。雅典各行各业的精英齐聚一堂，共同商议如何让克勒温彻底垮台，并让雅典恢复昔日的荣光。直接刺杀会打破当今的和平，所以在那之前应该让克勒温名誉扫地。马拉卡找到最有名的剧作家以及最受欢迎的专业演员，他们在广场演出，尽情丑化克勒温高高在上的形象，准备工作就绪，终于能和克勒温来一场硬碰硬的决斗。马拉卡和布拉西会合，原来他只是被卡珊德拉打昏过去而已。为了复仇，布拉西带头冲锋，可结果嘛，还是被卡珊德拉了结了生命。马拉卡和他对峙，却被克勒温偷袭得手。此时此刻也顾不上卡珊德拉，马拉卡把克勒温逼入绝境，哪怕这个懦夫苦苦哀求，也没有躲开马拉卡的怒火。回到战场，发现卡珊德拉已经不知所踪，马拉卡只好回到斯巴达，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告诉母亲。经历这些事后，马拉卡已经彻底放弃卡珊德拉，他准备回到养父丢弃自己的悬崖那里，向过去的一切说声再见，然后和母亲一起迎接新的明天。密里涅听后执意要同行，没想到的是，卡珊德拉却站立在崖壁边缘，他仍旧不认同自己应有的身份，仍旧以德莫斯这个半神的名字自称，甚至还一脸正经的大声宣告：“我是天选之子，我会为这个世界带来秩序和稳定。”马拉卡知道对方已经无药可救，于是劝母亲放弃无谓的幻想。卡珊德拉已经拔出神剑，马拉卡上前应战，但母亲的一句“你们都是我的孩子，我爱你们”，现在依然是这样。马拉卡只好做最后的尝试。卡珊德拉试探性的发起攻击，却发现哥哥压根没有还手，结果利奥尼达斯的断毛。卡珊德拉终于在此刻找到家的归属感，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也重新投入母亲和哥哥的怀抱。不久后，养父和干弟弟也来到斯巴达，虽说是重组家庭，但某种程度上讲，也算是大团圆的完美结局。当然，敌人还没有铲除干净。在此后的数年间，马拉卡一直在追杀神教成员，并顺藤摸瓜揪出他们的首领。谁能想到，幕后黑手竟然是阿斯帕西亚？这样说来，雅典突如其来的瘟疫、伯里克利之死，以及他种种莫名其妙的行为举止，这都解释得通了。但阿斯帕西亚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他表示这并非自己的本意。好多年前，在他掌控神教时，这个组织就已经因贪腐而衰败，尤其是卡珊德拉加入后，更是一味的崇尚暴力。而马拉卡的出现让他看到希望，如今那些失去信念的成员已被铲除，神教终于可以走上正路，为这个动荡的世界画上休止符。马拉卡越听越觉得有理，再加上阿斯帕西亚实在太美了，于是他情不自禁吻了上去。阿斯帕西亚逃过一劫，准备离开希腊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共和国。之后马拉卡毁掉金字塔，这段旅程终于告一段落。他回到雅典，去菲比的墓前祭奠。回想起那场瘟疫，很多无辜百姓都失去性命。苏格拉底表示，这场灾难很远没有结束，在遥远的北方，也就是马其顿王国，仍有人身处水深火热之中。马拉卡前去调查，他寻至一个战火纷飞的村落，发现有一群士兵在此地看守。将他们解决后，马拉卡救出困在火里的民众，期间一时大意，差点被老六偷袭得手。幸好这位女士出手相救，她叫尼玛，来自于隐秘的地下组织。马拉卡跟着她去往据点，在这里，他遇到历史上第一个使用袖剑的人，来自波斯的刺客大流士。他曾刺杀过波斯的薛西斯一世，之后便与一个邪恶组织对抗至今。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对埃及的刺客夫妻，看到了玛伊亚和巴耶克，这才是袖剑的正确佩戴方式啊！大流士一直在对抗的那个组织，其实是秩序神教的衍生教会上古维序者。马拉卡闻言自然不能坐视不理，于是他协同大流士和尼玛一起，开始一一铲除维序者的成员。在此期间，马拉卡和尼玛互生情愫，大流士也渐渐认同这位未来的女婿。直到马其顿的敌人被尽数铲除，三个人一路西行，在凯法卢尼亚岛对岸找到一处隐秘的角落，并购置房产准备定居下来。1年后，尼玛诞下一子，马拉卡以终日以耕地为业，本以为可以终老田园，谁知仇家找上门来，尼玛不幸用命，儿子也不知被维序者带去何方。马拉卡强忍悲痛，向大流士保证自己一定会报仇雪恨。大头来虽然途径维序者，也找回自己的宝贝儿子，但只要待在希腊，就会有数不尽的危险。于是马拉卡拜托大流士，让他带着孙子离开这里。大流士漂泊万里，最终和孙子踏入埃及土地，在这里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。马拉卡的血液流淌在每一位后裔的身体之中，而其中之一正是起源主角巴耶克的妻子艾亚。至于马拉卡，在送走大流士后，还有一个疑惑等着他去揭秘。从得知尼克洛斯不是自己的生父开始，亲生父亲的身份就一直困扰着他。密里涅指明方向，让马拉卡去南方找寻答案。那是一座火山孤岛，上面有一道似曾相识的石门，进入其中，才发现这里是亚特兰蒂斯的遗址。而这个等候多时的男人，便是马拉卡的生父毕达哥拉斯。知道勾股定理吗？这次还真就和他有关。在西方世界，勾股定理正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推演出来的。不过马拉卡很疑惑，按理说此人100多年前就去世了，
了才对。原来他之所以能活这么久，全靠手上这把来自艺术文明的赫尔墨斯权杖。如今继承人就在眼前，被达格拉斯交出权杖，迎接自己生命的消亡。而马拉卡则从此迎来永生。他今后的旅途中，见证太多的悲欢与离合，也见证太多的正义与邪恶。终于在2000多年后，2018年的一天，现在兹格雷拉找到亚特兰蒂斯遗迹，倍感信任的马拉卡把权杖托付给他。这漫长的一生终于走到终点，刺客的信条将会由后人继续传承下去。